12天，就短短的12天时间，一个看起来稳如泰山的政权，真的就说没就没了。2024年年底的时候，全世界都见证了一个本该固若金汤的政权，就像一个被白蚁蛀空的老房子一样，轰然一声就塌了。现在所有人都在追问，下一个倒塌的是不是伊朗？以色列宣布拿下了德黑兰的制空权，内塔尼亚胡更是直接放狠话，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推翻伊朗政权。那么问题来了，伊朗真的会步叙利亚的后尘吗？以色列这样一种羞辱性的军事打击，真的能让一个国家政权土崩瓦解吗？要搞清楚这件事情，我们就要先聊一聊当年叙利亚是怎么样垮的。阿萨德政权的崩溃并不是一个非常旷日持久的拉锯战，而是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闪电崩盘。为什么会这样？我来给您捋一捋。首先，阿萨德政权它其实是一个纸老虎。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只占人口10%的少数派阿拉维派要去统治占人口90%的逊尼派，整个政权是不是就好像在沙滩上盖楼房呢？它能够撑这么久，全靠两个外援，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伊朗。但到了2024年的时候，风向完全变了。俄罗斯在乌克兰打得焦头烂额，哪里还顾得上叙利亚？伊朗跟真主党呢，又被以色列打得根本就找不到北。所以我们看明白了吧？支撑着大萨的两根柱子，相当于同时被抽掉了。阿萨德的这个悲剧就在这个地方，他的靠山一倒，这座看似坚固的堡垒，其实比纸糊的房子还要脆弱。您可能会问呢，就算俄罗斯跟伊朗真的帮不上忙，难道阿萨德他自己的军队就这么的脆弱，这么的不堪一击吗？先别急，我迟一点会告诉您一个数字，这个数字背后其实藏着阿萨德政权必定会崩盘的真正的秘密。那叙利亚一倒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联想到下一个倒塌的是不是应该轮到伊朗了。这两天以色列搞的这个雄狮崛起行动，对伊朗是狂轰滥炸，核设施、核专家、军事基地、高级指挥官，基本上一个都没有放过。这个让咱们开头的那个问题变得开始更加紧迫了。以色列跟他的盟友美国能不能依葫芦画瓢，让叙利亚的那一套也在伊朗重演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光靠飞机、导弹、大炮很明显是不够的。我们得要像侦探一样，从叙利亚的废墟里面找一找能够通向伊朗未来的线索。我们先说一下叙利亚那个惊心动魄的12天，表面上来看，这是一个军事上的奇迹。反对派，特别是沙姆解放组织，他们展现了非常惊人的战术创新，好像是一夜之间，像是有高人指点一样，不再是乌合之众，而是统一指挥，南北夹击。更绝的是什么？他们用便宜的这个商用无人机，甚至是3D 打印的无人机，精准的打击政府军的坦克跟哨所。这就好像是一群蜜蜂活活的蛰死了一头笨重的大象。在阿勒颇，他们混进了政府军的高层会议，然后定点清除了指挥官，还激活了潜伏很久的卧底。其结果是什么呢？叙利亚的第2大城市几乎是兵不血刃就被叛军拿下来了。听到这个地方，您可能觉得这个是技术和战术的胜利，但是我跟您讲，其实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都只是锦上添花，都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真正意义上的大溃败并不是在战场上发生，而是早早就在那些看不见的地方就已经出现了。我们要问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叙利亚的军队，这支曾经的所谓阿拉伯雄狮会如此的不堪一击呢？其实答案就2个字：腐朽。我们看到的一个新闻细节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有一个23岁的叙利亚政府军士兵，你猜猜看他一个月能拿多少钱？40美刀，准确的来说，平均值是28到40美刀。这一点钱其实有时候就算买点吃的都未必足够，更何况他的那些有钱的战友，如果愿意花100美刀贿赂一下军官，他们就可以堂而皇之的选择不用去上战场。所以将心比心，您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您是这个士兵，拿着根本养不活自己的工资，看着长官倒卖军用物资来发财，新闻上总统的家族还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那现在敌人打过来了，你会为这区区40美刀去跟人家玩命吗？所以叙利亚政府军看似强大，但其实是一支幽灵军队。
纸面上一个排配置是30个人的编制，但实际上呢只有8个人。反对派一来，他们不是被打垮的，而是自己主动就蒸发了，因为支撑他们战斗的最后一点意志跟理由，早早的就被腐败跟绝望吞噬干净了。所以如果说内部腐败是筑空大坝的白蚁，那么外部盟友的抛弃，那就基本上是冲垮一切的洪水了。那过去的时候，阿萨德他可以有2座靠山，俄罗斯跟伊朗代理人真主党，但是到了2024年的时候，俄罗斯深陷乌克兰的战争泥潭，从叙利亚撤走了大部分的精锐部队，而真主党的领导人早早就被干掉了，自己都顾不过来。所以当大哥们都靠不住的时候，阿萨德这个时候才发现，原来自己一直在裸泳。那再加上叙利亚当时的经济彻底的崩盘， GDP 直接腰斩，超过90%的国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哪里还像是一个国家的样子，根本上就是一个巨大的濒临崩溃的难民营。所以您看，叙利亚的倒台它不是简单的军事失败，这是一个关于内部空心化的故事。当腐败烂到骨头里的时候，当军队已经失去了战斗的意志，当盟友抛弃你转身离开的时候，当人民陷入赤贫的时候，这个时候推翻阿萨德政权根本不需要什么大规模的战争，只需要恰到好处的时机一到，你用一根手指头轻轻那么一戳，整座大厦就崩塌了。我们理解了叙利亚的故事，接下来可以看一看伊朗。如果把同样的剧本，外敌入侵加上内部颠覆套用在伊朗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答案可能会让您大吃一惊，因为叙利亚跟伊朗完全是2种不同的生物。伊朗的权力核心不是总统，甚至也不完全是最高领袖，它是一个理中有我，我中有理的非常复杂的权力结构，但其中最关键的一环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我们知道叙利亚军队的腐败很有可能是一些军官他为了个人捞钱，最后掏空了国家，但是革命卫队的腐败恰恰他是为了巩固自身跟政权的统治。基本上我们可以认为革命卫队它就是一个国中之国，它控制着伊朗经济的大半江山，每年收入可能高达数百亿美金，它有自己的建筑公司、银行、航空公司，甚至掌控着庞大的全国的黑市。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革命卫队的它的利益跟政权的生死是深度绑定的，他们不是一个只拿40美金月薪的雇佣兵，他们是这个体系的股东，所以保卫政权就是保卫他们自己的商业帝国。这一点从根本上解释了为什么伊朗政权面对几十年的制裁跟无数次内部的抗议依然屹立不倒，因为它有一个无比忠诚而且掌握经济命脉的国家的暴力机器。这个是阿萨德做梦都想要，但是却从来都未曾拥有过的东西。不过话说回来，这个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忠诚的机器，就真的能够让伊朗的政权坚不可摧了吗？当然也不是，要不然以色列的这个斩首行动怎么会如此的精准呢？伊朗社会又怎么会被以色列渗透成筛子呢？比如说我们看到以色列它能够在指挥官的卧室里击杀他们，这样一种做法明显只有在最高层有内鬼配合的情况底下才有可能做得到。伊朗内部它也不是铁板一块，因为不同的派系、不同的政治家族完全有可能会为了权力斗争而故意放水，故意把一些安保的漏洞让敌人发现，然后给以色列创造机会来击杀他自己的政敌。所以伊朗真正的问题，它不是统治者有多么的强悍，而是反对者并没有联合起来。那内部的反对派都去了什么地方呢？2022年的时候发生在伊朗的这个妇女生命自由运动确实震撼了世界。我们看到的是伊朗人民，尤其是女性跟年轻人对于自由的渴望跟巨大的勇气。但是有勇气不等于有执行力跟组织能力。和叙利亚反对派在2024年他们已经形成统一战线，拥有自己的准军事力量不一样。伊朗的反对派截止目前依然是高度碎片化的。伊朗的确有很多的不同的反对组织，比如说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等等，在国际上是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这些组织他们面临着政府的严厉镇压，彼此之间也缺乏协调，目前他们还不足以形成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对抗政权的力量。
他们当中有想恢复君主制的，有左翼人士，有少数民族分离势力，还有一些无数自发的没有领袖和去中心化的抗议者。所有这些人，他们对付现政权或许有共同一致的目标，但是推翻政权之后怎么办？没有共识，甚至彼此之间是互相敌视的。而对于伊朗的普通人来说，起义的吸引力非常有限。过去20年，伊朗人尝试了无数次，但是每一次都被无情的镇压。邪恶的政权固然没有看起来那么的强大，但是一盘散沙的人民却的确是更加的软弱无力。抗议运动缺乏领袖，也没有共同的议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弱点。这样的话就会带来一个悖论，一个强大的、忠诚的、团结的、暴力的国家机器，面对的却是一个虽然很勇敢，但却四分五裂的民间的反抗力量。我们看到来自于以色列跟美国的外部力量，哪怕能够用炸弹跟战斗机削弱前者，但是很难凭空制造出一个能够有效接管政权的后者。这就好像是你看不惯一家公司的经营策略，你想换一个 CEO， 或许把这个 CEO 办公室炸个底朝天是一个非常简单粗暴的做法，但是你想找到一个能够服众、有能力让公司继续正常运转的替代者，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结果呢，很有可能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不是公司能够顺利完成你期望当中的转型，而是陷入混乱，并且由此导致彻底破产。以色列的雄狮崛起行动这2天的确给世界秀了一把肌肉。F-35的隐身战斗机配合强大的电子战能力，对于伊朗的防空系统和导弹发射设施造成了重大打击，也控制了伊朗的领空。这个证明了在绝对的技术代差面前，伊朗是完全处于下风。但是伊朗政权崩溃了吗？其实并没有。恰恰相反，外部的攻击如果持续下去，会导致平民大量的伤亡。这个很有可能会触发所谓的团结在国旗下的这么一种效应。哪怕是目前非常讨厌现政权的伊朗反对派，当他面对外敌入侵，然后人民被屠杀的时候，民族主义的这个情绪也有可能会压倒一切。新闻报道当中，我就看到有学生运动的领袖在遭受空袭之后说，不能够因为仇恨伊斯兰共和国而牺牲掉伊朗这个国家的独立。所以以色列的袭击反而有可能给了强硬派巩固统治的借口，反而有可能会让民众团结在现政府的周围。到时候这个政权不但不会倒台，反倒有可能加速核武器的研发过程。45年以前，那个时候伊朗刚刚经历伊斯兰革命，国内是一片混乱。萨达姆趁机想要趁乱火中取栗，所以他发动了2伊战争。这场仗打了整整8年，死了几十万人。结果不但没有能够削弱伊朗政权，反而加强了领导层的控制能力，尤其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权力。所以看起来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死胡同，仅仅进行空中打击，这个效果非常的有限，甚至有可能会适得其反。但是大规模的地面入侵呢？那这种想法更是天方夜谭。为什么呢？因为伊朗有8000多万的人口，有非常复杂的山地地形，防御能力极强，是非常典型的易守难攻。入侵伊朗的这个军事跟经济的成本会是伊拉克战争的好几十倍。历史上想要征服伊朗的过程通常都是漫长而且代价高昂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没办法轻易去承担这个代价。而作为对比的话，叙利亚的地形相对开阔，战略的通道非常明显，更容易被外来势力控制，是非常典型的易攻难守。所以如果以色列跟美国真的要不计任何代价来一场全面战争的话，我估计东方的某大国做梦都要笑醒了。毕竟美国再陷入一场中东的泥潭，会极大的改变全球战略的格局。这件事情如果真的发生了，那就真的是国运来了，你要怎么挡都挡不住，哪怕是躺平都是赢麻了。那这么看来，是不是真的就没戏了呢？游戏结束了，伊朗政权可以高枕无忧了吗？恰恰相反，我觉得真正的威胁往往不是来自于头版头条的 F-35，而是来自于内部的，来自于身边的，来自于日常生活当中最不起眼的这些东西。这些是我们在新闻里面看不到的慢变量。比如说你每天都要喝的水，
伊朗目前其实正在面临史无前例的水危机，这个原因就在于说，革命卫队他主导的各种不计后果的水利工程，再加上腐败，让水这个生命资源正在变成一根看不见的绞索，慢慢的勒紧这个政权的脖子。其实是人才，我认识的很多伊朗人，他们都是学霸，都是什么医生、工程师、科学家、教授什么的。但是目前伊朗正在经历着触目惊心的精英大逃亡，人才流失的这个规模跟速度都是惊人的。这样一种状况其实是比任何军事打击都更致命的失血。而且伊朗人也在快速的人口老龄化，生育率暴跌。这个曾经以年轻人为主的非常具备活力的社会，未来几十年将会背上非常沉重的养老跟医疗的负担。那所有这些威胁，它不像炸弹那样惊天动地，但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从根本上腐蚀着政权的执政的基础。所以我们看到，在外部有以色列跟美国的精准军事打击，让政权的高官东躲西藏，疲于奔命，但是普通民众的安全感也会丧失。在内部的话，国际制裁收紧，经济持续恶化，每一个家庭都会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这三重的压力就像三面不断收紧的墙，逐渐的挤压伊朗的这个生存空间，创造了产生黑天鹅事件的大环境。在高压系统里面，其实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不可预测的小事情，都有可能会瞬间引爆谁也无法预知的系统性的危机。所以我个人觉得，伊朗的未来它未必是发生一个需要依靠外力的推倒重建的革命，更有可能是发生在内部的缓慢的内爆，或者是突然的休克。所以我们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内塔尼亚胡他想通过军事打击来推翻伊朗政权，这个做法可行吗？我想通过外部军事干预的方式几乎不太可能，要么是无效的，要么是代价惨重到几乎没有人愿意买单。但是这个政权也并非安枕无忧，如果将来真的发生政权更迭，或许不会是自下而上的革命，也不是由外到内的入侵，有可能会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军事政变。也就是说，推翻伊朗这个神权体制的大概率不是来自于以色列的导弹，有可能是德黑兰的将军。这个当然不是我们期盼的那样一种充满了戏剧性的民主的过渡的过程，但或许有可能会更接近现实的可能性。我们今天讨论地缘政治军事策略的时候，绝对不要忘记一件事情，那就是通过军事手段这样一种非常致命的暴力，或许能够很快摧毁一个旧的世界，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并不会自动给我们带来一个更美好的新世界，更多的时候带来的只会是更深的仇恨跟社会的撕裂，以及更为持久的混乱。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说实话略显沉重，也有点复杂。我知道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件事情会有各自不同的解读跟看法，这个很正常。但是今天这个话题，我想对于华人来说特别具有参考意义，所以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您的观点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反馈。如果这一期视频对您有启发的话，请不要吝啬点赞跟分享，也别忘了订阅爱生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您的支持是我继续更新视频的最大的动力。祝您有心情愉悦的一天，谢谢。